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柏林。巴黎自由行的第3天，一樣把博物館通行證用好用滿，去了奧賽博物館、龐畢度中心，最後登頂凱旋門，欣賞美麗的夜景。當然也必須體驗各種巴黎美食及甜點。如果你也計劃前往巴黎自由行，就跟着我們一起觀看影片吧。早安，今天是我們在巴黎的第3天。我們剛從住宿的地方搭乘69號公車來到這一站。今天第一個行程是要去奧賽博物館，前面這棟就是奧賽博物館啦。進來奧賽博物館也是可以買 Audio Guide 的，一樣是可以刷卡的。剛剛付錢完之後，我們2個人是8塊歐元。可以先來到 Information 這邊領取我們的地圖，地圖裡面都會有中文，所以你們就可以比較清楚知道什麼作品是放在哪一個樓層。OK， 那我們就開始慢慢的逛吧。逛完奧賽博物館了，這裡面有非常多值得欣賞的畫作。簡單介紹一下奧賽博物館呢，它其實以前是火車站，是法國巴黎這邊跟法國西南部的一個交通的方式。巴黎這邊他們重新規劃了一下，就是城市內的一個配置之後，奧賽火車站就變得比較沒有在使用。之後它再重新的改建變成奧賽博物館，然後這裡面就收納了很多作品。那其中有一幅惠斯勒的母親，應該是我跟我妹從小童年就是看豆豆先生，非常有感覺的一幅畫作。在奧賽博物館裡面看到它，就是蠻開心的。奧賽博物館也是可以用 Museum Pass 進來的，所以就是我們剛才進來，只要過個安檢之後，就可以直接進去參觀了。現在時間大概中午11點半左右，然後跟小豬要準備來去吃飯。現在要搭乘地鐵的8號線來去吃午餐的地方，搭乘9站來到這個地方 Vis du Calvaire， 不知道發音對不對。到站之後，我們從1號出口出來，可以看到這棟建築物在左手邊。小豬說我們今天要去吃的午餐，它很有名的是它的松露意大利麵，然後再點看看其他什麼披薩。披薩的話，我通常會選瑪格麗特吧，然後再點。好像那間店也還不錯。哎，遇到一只拉拉在前面，它的毛色好漂亮，尾巴搖搖搖，好可愛。走到了我們今天午餐12點半吃的就是這間 Auberge Mama。前幾天跟薇拉碰面的時候，他講說法國人這邊是慣性遲到，他們覺得這樣才有禮貌。每天都提早到，然後就問他說我們是不是可以提早進去？可是看起來他們有點，就是表情些微不悅，但還是幫我們安排座位了。遲到，當然遲到是不是 ？OK， 遲到有禮貌。OK， 好，進來順利入座了。它的餐桌小小一個，很可愛，旁邊還有一個吧台區，好像也是可以單人在這邊用餐，然後喝一點調酒，裡面的氛圍很不錯。它的5間菜單是有英文的，這邊給的水瓶是一隻魚的造型 ，QR code 是可以看電子菜單，還有最後要結賬的時候可以 scan to pay。今天來這邊吃午餐也是要先預約，比較簡單，就是可以直接用 Google Map 上面它這邊的地標可以有一個預約，直接點進去。所以我們剛才報到的時候也是蠻簡單的。這邊點的蘋果汁是這個品牌，他說 Homemade Apple Juice，
喝下去非常有蘋果味道的那一种。點的餐來了，瑪格麗特披薩，其實蠻大一份的，你看比我的一個手掌還大。然後小豬點的松露意大利麵，看起來很好吃，現在隔着螢幕聞着都很香。看起來很好吃哎。剛才有吃一口小豬的麵，超好吃，那味道有夠濃的，麵條很特別，口感很不錯，超美味。瑪格麗特也是蠻好吃的。餅皮非常的軟，很有嚼勁的那種，是整個很 Q 彈的那種口感，鋪滿了很多番茄跟起司。吃披薩我最喜歡吃瑪格麗特的薄片，這間真的是很棒，很值得來吃一下。它的披薩是吃得到那個炭烤的香味跟麵粉的香氣，就越咬會越香。這間店的提拉米蘇是到你的桌邊，然後挖給你的，它總共挖了3刀。提拉米蘇很優秀，小豬剛才說放到嘴巴裡面幾乎都是奶油體的感覺，而且重點是它不會很甜。很多在台灣吃的提拉米蘇它是有點過甜的那種，但這邊味道剛剛好，給它一個讚。吃完午餐了，這一餐超棒的，超滿足。吃超飽，總共花費45歐元吧。最貴的是它的黑松露意大利麵，一個是20歐。超好吃的提拉米蘇，一個是8歐，我覺得蠻讚的。提拉米蘇一定要點。感謝 Annie 推薦，謝謝 Annie。吃完飯之後，我們先要搭96號公車前往福日廣場。前面這邊就是福日廣場啦，剛剛好我們剛吃完午餐，可以來這邊簡單散個步。這邊環境非常的不錯，好多人坐在椅子上面休息聊天。眼前看到的雕像就是路易13騎着馬。四周其實有很多這種咖啡店，還有一些精品可以逛街的店。因為這個地方其實算是比較高級的住宅區，所以我們就也是簡單來這邊踩個點了。所以其實，在福日廣場這邊不會停留太多的時間。附近1公里的地方有一個叫龐畢度中心的，龐畢度中心也是可以用 Museum Pass 進去，所以我們就打算現在來出發去龐畢度中心。前面看到那一棟。很多顏色，上面紅紅，很像工業風建築的，就是龐畢度中心呢。入口就在前面那邊，有很多顏色的地方。稍微查一下，龐畢度中心通常都是展出比較新穎一點的藝術。從前面那邊的安檢門進來，中間這邊有一個資訊台，那邊有一個手扶梯是可以往上去。它好像有分幾個展區吧，所以我們可能等一下要沿路往上走。看起來有一些地方是不用門票就可以來的，所以你們也可以考慮說來這邊就是看一下風景，不一定真的就是要進去參觀展覽。如果到最高的地方，感覺可以看到更多的市景。到這邊最上層，你就可以俯瞰整個巴黎市區的市景。眼前可以看到就是我們昨天去的巴黎聖母院，那邊遠遠也有一個景點是聖心堂。走到這一層，總算是看起來像博物館的入口了。等下出示 Museum Pass， 一進來就可以看到很有趣的畫。那如果你們是很喜歡看一些非常前衛的展覽的話，我覺得這個地方的作品應該會蠻適合你們的。這邊的作品跟我們前幾天看到的就是中古世紀啊，還有一些以前的王室啊、法國皇帝這邊都不太一樣，就是真的非常的前衛。有喜歡我們剛才拍攝的這些作品的一個風格的話，你們可以考慮再買門票。好，那我們現在就往下一個行程走了。現在跟着小豬快步來到前面，要買很好吃的東西。這間店的特色餅乾可頌，然後 take away 的話，一個是5.9歐，買一個來吃看看，是可以刷卡的，很方便。小豬是衝着這間店的餅乾可頌來的，特別來。對，買了一個餅乾可頌5.9歐，再加上一杯咖啡2.2。總共我們這樣子買8.1歐，是後面這間店 Cafe Bistro Restaurant。外帶的話是要從前面那個地方側門進去。
剛剛搭43號公車，然後在這一站下車，我們要來去凱旋門。前面看到的就是凱旋門啦，然後這一條是香榭麗舍大道。剛剛有嘗試走到中間去拍照，但是其實人蠻多的，不是很好拍。那凱旋門的話，它這邊是可以登頂的，不過就是要排隊。這邊應該是我們最後一個使用 Museum Pass 的地點。走到凱旋門的另外一面，這邊的遊客比較少，因為那邊可能是香榭麗舍大道，所以超多遊客在那邊。背面的話是能見度比較好的，我們換過來這邊拍照。如果要到中間凱旋門那邊的話，我們必須要從地下道走過去。我們現在正在排隊等上展望台，在凱旋門下面這邊往上看，這個雕像有夠驚人的，看起來這邊也是要過安檢的。過完安檢之後，現在就可以走旋轉樓梯，要爬284階，真的長輩不友善。我看到天空的顏色了，應該是已經到最頂了。哇哦，登上凱旋門了 ！Oh my god， 這一條就是香榭麗舍大道。我們往右邊看，就可以看到埃菲爾鐵塔。小豬這次安排來凱旋門呢，我們差不多是5點的時候到達的附近。那我們有稍微查一下今天的日落時間，所以你們在這時間點上來的時候，就可以看到黃昏的一個感覺，而且有很多建築物開始點燈，都很漂亮。小豬神安排啊，你看，然後後面呢亮亮的街道，美美的。你看巴黎鐵塔這一面人就特別多。我們在等天色變得更暗之前，我們就可以先來這個樓層，觀賞一下它這邊可能有寫一些關於凱旋門的故事。前面還有紀念品專賣店，你們也可以去逛逛。隔了半小時又再上來一次，果然晚上的燈光是比較漂亮的，真的是推薦大家可以選差不多黃昏快要晚上的時候來，你就會看到很漂亮的夜景。現在從上面往下拍，真的發現很高哎。逛完凱旋門，我跟小豬要來去吃晚餐了。經過一間超大的 LV 行李箱，聽說這個是 LV 自己要蓋的飯店，目前應該還沒開幕。可以看到外圍超多 LV logo 的老花，然後那個鎖頭做的超大一個，好精緻哦。晚餐來吃我妹推薦的麻辣燙，店內用餐的環境非常的大，也很明亮，超多人。先夾好菜，然後來櫃檯結賬。這間店的 logo 是一隻貓，叫 Biu Biu。從門口進來的地方，你就可以先在那邊拿碗。自助的一些醬料跟我們在台灣吃火鍋很像。小豬點的這一碗是有加麻醬的，看起來很好吃。好吃嗎，小豬？還好我妹推給我一間麻辣燙，想念已久的火鍋料。太久沒吃麻辣燙，忘記說吃的時候不要穿白色衣服。來個丸，丸子很好吃。還有這個蟹腳的火鍋料，味道完全是很到底，可以在巴黎吃這個超爽的啊！吃完麻辣燙，我要給我妹一個讚，這間真的太優秀，味道超好，而且價格我覺得在巴黎這邊來講也不會說太離譜。我跟小豬2個人各夾1碗。然後最後結賬的時候，差不多是28.73歐元，換算台幣大概980，所以我們等於說一個人吃這一餐大概是490塊、500塊。在這麼天氣這麼寒冷的時候，可以吃到暖乎乎的東西，真的超爽。從店裡走出來，就是現在完全身體覺得不會冷，然後就整個很滿足。小豬對於這間也是讚譽有加，好吃，有湯有菜，然後你如果覺得你最近營養不太均衡，你就可以來這裡，就是冬天很爽，超爽。OK， 那我們今天就先在這邊結束了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OK， 這集影片就在這邊告一個段落。如果你喜歡的話，請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分享，謝謝大家。